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，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，我说，哦，这个没有人学，好可惜哦。社会不一样了嘛，然后变迁很大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，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。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说，我一定要学。大概从28岁开始，发自内心的学习，才会一直持续下去。我们赛德克的图腾有平织、斜纹织，还有山形纹、菱形纹、花织、浮织，浮织就是跳织，包含在内。还有一个精跳织，最高的技法。这个是精跳织，这是浮织，用在男生的袖子，然后还有一些前面也有，然后背面也有，可以自由搭配这样。这是一个菱形纹，然后我们都叫它拉肚。它拉肚有大的菱形纹跟小的菱形纹。张玉英写打一版，她是我的阿姨，传统工艺是跟她学的。我妈妈她已经没有在做这个传统都是从那个写打一版那边学习的。我几乎都每天都过去。我们去那边学习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先跟他聊天，聊一聊，聊半个小时，有时候就会觉得时间好久哦，然后又一点想困的时候，他说好，你可以开始去织布了。当在那边织布的时候是很开心的事。阿姨在教的时候是很严格，然后也不能做笔记这样。然后他说你要放在头脑，你要做的时候你要放在头脑，然后你要多看，然后多听。他叫你做什么就要做什么这样。然后有一次是刚好台风天，可是我们在那边煮麻线，然后阿姨就说：“这个要去河边洗哦。”然后我们就去河边洗，然后下大雨，我们大概半个小时还没有上来，他就开始撑伞下来。他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赶快上来，等一下河水暴涨了。”阿姨都会每一个想法都会关心到我们。921之后，我们这边很多那个教导我们学习一些技艺，桌上机就开始引进了。然后我自己也去参加了那个课程，可以帮助我在做传统织艺的一些想法这样。然后可是阿姨听到的时候，她说：“那是别人的东西，你可以学，可是你要把你学的东西放在我们传统织艺上这样。”所以那些记忆都是从他的生活过程，然后影响到我现在的那种学习态度跟教学态度这样。原料的来源是苎麻，这个苎麻已经开始长到第14天左右了。如果你刚种新的那个园地，你大概第1年的苎麻都不会收，1年以后苎麻园量多了，像这样一丛一丛的，它就可以取很多选尾。它的周期是3个月就可以采收，成熟的苎麻可以长到170或180。这个是已经成熟的，可是它已经长侧芽了，表示它已经过熟了。你在刮苎麻的时候，它的纤尾就会断掉，所以像有长侧芽，这个我们就不需要使用。颜色你可以从它的这个外皮看，它的外皮有一点棕色，就可以收成了。这个是那个刮麻器，用竹子剖开，然后这边中间削起来，
然后做一个像刀子的形状，它很利，所以做这个刮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，不要伤到手了。苎麻有2种苎麻，然后它这个是比较属于白色的，这种白苎麻是它的纤维比较多，肉质比较多，所以比较好，取纤维的时候量会比较多，所以他们比较喜欢用这种的。然后我们要刮苎麻之前，我们就要把这个它的叶子拿掉啊，叶子取掉以后，我们就给它折半，然后从中间剥掉。它很长，你可以用你的脚辅助。我们不要一下子刮那么多，我们就分一半。如果刚学习的话，你用太多，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刮得很干净。放到这个夹起来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皮剥掉。我这样刮的话，它就不会有那个，这样是没有什么作用。你要先把那个皮刮出来，你才可以把它拉起来。这样，如果很长，你可以这样弄，这样。那边好了，再换另外一边。我这样剥来回的时候，我把这个皮剥掉了，它就剩下纤维。你看我这样的意思就是要把它的肉剥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大概一撮是这样，然后它有2个这种的量，然后你就2个对起来，这里绑起来。这样就是1束，这样，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现在早上去采的，然后它有一些我们在采的时候有一点断掉了，可是它时间上没有放到隔天，所以还是可以用。如果说你前一天采的它已经断掉了，你隔天就不能用了，它会黑黑的。干掉就不能刮了，它颜色也会变，它会氧化。我这样拿的时候，你怎么拿的，你就要怎么放回去。然后你这样，等一下你没有照的那个顺序绕出来，它就会打结，像那样的。这个没有刮干净，可是没有关系，因为它不是很大量。然后我们在洗的时候还要煮，那它还是会掉下来这样。你今天收完的苎麻的量太大了，你刮不完的时候，你就把你的苎麻放在树荫底下，然后用水浇一下，让它浇湿，不要让它干燥，然后隔天就可以开始刮了。刮完苎麻了，我们就要稍微把这个汁液清干净，洗一洗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可以拿出去外面晒。我们刮的时候它会有那个，植物本来就有那个汁嘛，然后你没有把那个汁洗掉的话，它会有咖啡色的，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那个线材的颜色。虽然最后都还是会处理掉，可是我们既然做了，我们就做到彻底一点。洗好以后，我们就把它挂在这里，等它干。干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收起来，下次捻线用。这个是刚采收的苎麻，然后我们已经晒干了。它的颜色就是这样，收到半年的时候，它的颜色会转变到这个颜色，就可以开始捻线了。这是细的米糠，加点水，浸泡一下，让它软，纤维会分开，软了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挤干，线就会变软，然后它会有垂性，然后我们要甩开。就是让它的纤维分开，丝线有没有分明？然后你在捻线的时候，它比较好剥。要甩的话，就这样甩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拿去晒干，然后干了就可以食用了。我们刮完苎麻，我们都会绑1束嘛，把它解开，整理好，给它弄软，看，就是让它分开。它有一个绳子，然后你要套在脖子，然后你要把这个绑在这边，
一个先套起来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捻线了。先取一撮，4粗细。我们4粗细的话，看你要织在哪里。以前我们拉肚大概就是用盖背，所以它叫厚一点，用的比较粗一点。衣服的话，因为是要穿在身上，要轻一点、薄一点。刚开始你就一条线，然后卷一些，然后绕在你的中指，让它固定，不要让它跑掉。你可以多卷几次。然后像这个有分开了。在以前，我们的长辈在捻线的时候，边走边捻，然后他们就用口水这样沾一下了，就开始捻。我会准备一个那个毛巾啊，把水弄湿，然后把这个线多余的线，把它卷进去。就是你分2个，然后中间夹着，然后你把这个多余的线夹进去，卷起来，然后再把它分开。再合起来，你看它就会收起来了。我这个捻完了，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开叉了，我必须要把这个线接起来。现在它有3个点，压着，然后你就个别卷，往我这里卷，然后这里也卷起来，然后再合起来，这个往外卷。然后你的这个再往你这边卷，我都是习惯转里面，这里转里面，这个往外卷，然后再往里面卷，然后你要做到它不能断掉，嘿，就可以了，就成功了。我们拿的时候，我们要从这个里面的中指开始拿出来的话，它的线就会顺顺的。所以我们就先拿出来了，这是最尾巴的线，那这个是中指的线。好，我们就稍微这样，多的先收起来，然后这样，好，结束喽，2个，这样，就把它这样卷。它就不会乱掉，这样就可以。它的关键就是你要粗细，接的线粗细一样细。嘿，你粗的话就大概要平均，那你做成品的时候比较好做。它会一直断线，然后你要一直补线。太粗了，我就可以剪掉，剪一些，随便哪一个都可以。像这个，它有时候会打结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拉起来，然后再补新的。要让它接线的时候是顺顺的。我们粘好的线，用这个迪亚丹梳轮，然后把它卷起来，卷成像这样。梳轮就是纺锤，然后这个纺锤有好几种，这个都是牛骨，大中小都可以用。然后这个是水管的那个接头，然后这个也是橡皮之类的，然后他们把它削成这种样式，然后拿来当纺锤。有些人是用石头啊，再没有的话就地取材，因为我们现在用牛骨的话，也不见得说找得到。然后在选迪亚丹的时候，它的这个底部最好是做圆的、圆柱形的，然后它这里要削小一点，因为我们要把梳轮放在底座。如果说它这个太松，我们可以拿一些布塞紧一点，比较不建议底座是用那个有这样扁扁的。你用这个卷的话，它有阻力，然后它会飘来飘去。所以不好卷。我要来示范那个卷线的动作。这个是迪亚丹，然后梳轮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毛线。不管是在传统的那个织布，毛线也是很重要的线材。然后我们在苎麻线
它也是一定要做这个动作，所以我们现在示范的是用那个毛线卷的，在精挑织一定要把线卷过，它才会漂亮。我们先把这个线用的十字夹起来，然后卷，顺时钟卷，让它固定，多卷几次没有关系。然后卷，你的这个手要卷，然后往上，好勾起来，好，就这样。中这边往前推，往下，好拉起来，它又卷多了，这样。然后你再把这个退回去，好。卷了，然后把这个往下推，好，卷在这里，固定在这里，大概中间的位置。好，到这里的时候往上，好，再卷一下，就再往前推。不一定要用很长，你觉得你可以控制的那个范围就可以了。先集中在这个中间的部分。好，卷的比较多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往外扩。把这个线往下卷，再往上卷，这样重复重叠。我这样卷下去，慢慢放，慢慢放，不要太快。然后我的这个手势这样在拉的时候，我在帮它拉平，那就可以卷起来。这条线我们要先给它打一个结，然后你的手才好固定。那这个叫螺伞，然后你就把你的左手放进去，手勾住这个线。因为我这个比较长，它有短跟长的。如果短的话，你可能只有做1倍而已，你可能就只有上下上下这样就可以了，那个比较简单。然后我们是做双倍的。所以它就有一点困难，这样每个人的手势不一样，就照你自己习惯的方式做就好了。然后你就手套进去，线套在你的手上，然后往下，再往上，然后再来侧边，往前，然后再勾起来，线勾起来，还没勾到。勾起来，再来去，好，线勾起来，这样，把这个线抓起来，抓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在晒线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有个网字，就是这个地方。然后你取线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有绑一坨，然后我们在拉线的时候，你就这样拉，它就不会断，不会打结。它如果有打结的话，就表示你的做法有错误，然后你在拉的时候你就调回来就可以了。我们要先准备手套，还有筛子、木灰。这个木灰是你要用那个木头拿去烧，然后它就会有那个灰，那个就可以使用。你要把那个麻线这样浸起来，让它吸收那个水分，然后你就搓的时候它有软化作用。好，你下去之前一定要找到打结的这个，你看它这样会松，你要给它绑好。
你没找到的话，它整个都松掉的话，它整个都落下来，然后你找不到它的起头那个位置。先浸湿，水不够可以加。先让它吸饱它的水分，然后再揉搓，让它软化。然后你在揉的时候，大概揉20分钟到半个小时。如果这20分钟它没有那么软，你就下去煮的时候也没关系。你在煮的时候，你就时间拉长。锅子里面先加一点水，加那个木灰，滤一下它的木炭，再把馅放下去，开火，水多一点哈，那个水要盖过那个馅，要舀一下，不然它会烧焦。你先给它烧开，滚过以后，你再小火、中火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有加水，然后它的那个里面的木灰没有很均匀，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给它拌一下，煮到滚，盖起来，看一下有没有粘锅，翻一下，维持大火。它现在的颜色是灰灰的，然后我们观察一下，它等一下的颜色会是什么颜色。我们开锅咯，我们试过一次，后来我们就又再煮了大概1个半小时的时间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试的，跟这个颜色不一样。然后洗了以后，它就已经变很白了，所以它这个就可以完成煮的动作，然后就要去清洗，只要清干净就好了，揉搓这样。要水量大啦，它就很快就干净了。对。我们先染黑色。我们染色材料的话，我们就是用泥染，还有九琼叶。九琼叶先捣成汁，跟这个苎麻线和在一起，搓揉这样。那全部进到那个汁液的时候，你再把这个苎麻线埋在泥土黑泥巴底下，然后你大概浸个5天，那你每天就去看它的变化。你觉得它的颜色够深了，你就可以拿起来去洗。你要全部染色染得很均匀的话，你可以重复去染，染到你需要的颜色为止，这样。以前我们在染线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削皮，可是我这次染我不削皮，我直接洗干净，然后把它捣成汁再去煮。我自己实验了以后，我觉得这样做是，可以让颜色变深一点。那我们来切开，这个都算红的，看有没有更红的。哇，这个颜色都很好，嘿。我们有生染跟熟染。生染的话，我们要打成泥，然后把那个煮好的苋菜，我们煮的白色的，然后拿来跟那个鼠狼泥，揉在一起，然后它就会上色。那上色以后，我们就把它晒干，它就会变成有颜色，然后它的颜色会比较深一点，可是它就容易褪色。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熟染，我们要煮，鼠狼切成丝以后，我们就用那个锅子，然后加水，然后跟那个线一起染，煮到30分钟以后，你去看它的上色的程度，你觉得可以，你就可以捞起来。你觉得颜色还不够，你再加一点原料下去，颜色会更深。染到你需要的颜色就可以了。泥染，还有鼠狼染，还有木灰，然后我们的原料就是红、黑、白都呈现出来了。我们要晒的时候，它这里有那个打结的，就是我们固定这一团，让它分开，然后把那个结松掉，
挂上去。挂好了以后，你就把它撑开，梳开。它这个有一个网子，这个网子是它连接从头到尾都不会断掉，所以这个网子你不能把它松掉。它的技巧就是你要让它梳顺，然后不要打结，然后手就慢慢顺着，放轻松，这样拨开就可以了。以不打结为主。这个是它的头尾的连接线，这个不能断掉。你断掉的话，你就要把它找出来，它还是可以拉到你要的那个线掉下来。下雨也不要收，你大概放到2个礼拜，它就会每一天的变化都会不一样。你每天就要去把它拨开，然后让那个灰尘掉下来，然后雨水这样下去。如果说它没有下雨的话，你也可以用水浇一下。只要你每天去给它拨开，它就会很快就变白了，大概2个礼拜就可以收起来。好，开始的时候，你如果真的是找不到线的话，你就从这里剪掉，然后你就拉这个，它就顺着下来。然后这个你就拉不到，等一下你再去处理它。线勾住，然后这样画一个疤。好，可以了，你就收起来，把它拿起来，折一半，然后顺着卷。好，这个就是你的记号。如果这里很多的话，你只要找到这个的，就不会乱掉。然后我们就这样顺着拉，因为有时候会卡卡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点蜂蜡，让那个它的组织缩起来，这样织的时候比较顺。可是你也不要放太多，稍微过去就好了。你就一直拉，看会不会断掉。如果断掉的话，你再把它接回来。再找它的那个源头，把这个拿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接回去，固定就好了。好，你如果看到有这样，线卷起来，然后我们这个线就是要用那个蜡这样稍微这样修顺。然后你修好的时候，碰到这个有一个结过去了，你的手会卡卡的。好，你就把它这样弄顺，把它弄顺，然后再给它过一点蜡，一点点蜡就好了。我们的整经架有传统跟现代的，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说去拿一根木头来做那个整经架，所以我做了一个简易型的整经架，它可以做单层，还可以做双层的。这个是 gusut、gigut、nigisun， 然后 gogun、brehun。绕线的顺序，整经的时候，如果你整单层的，就从这里开始，骨属的位置，1、2、3、4、5这样。双层的话，你从这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到原点。这边是 brehun gusut， 要记住 brehun gusut。Nigisun、gigut， 好，这是我们要绕的那些，我们的线要这样过着。然后我们有 brehun gusut 最重要，这个是要让它交叉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gusut 线，它的分隔线在这里，就要放在这边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绕线，红色的棉线，这是买的那个棉线。然后还有麻线，黑色的，白色是棉线，我用这个来搭配。
我设计的图案是那个前面是做布雷混20个红色，然后再来做线条，45个红色的布雷混，再来做线条，然后45个红色的布雷混，再线条，最后再收尾20个红色的布雷混。好，我们留2条线，红色2条线绑起来，打一个结就好了，不要让它掉下来。你怎么绑都没关系，然后就套在这里，套着。然后你的手抓的时候，你的手是这样，食指下去，然后我会这样抓。好，过去 ，get good。你要看我的左手，因为我的左手会并用，然后我的脚，我的这个脚会踩线 ，get good。你给顺，不得混，好，骨顺，手往下，抬上来，拉骨顺，好，绑起来。这里打死结，不要让它滑下来。多绑几次，因为这个线很容易滑。绑这个的时候，要把那个线有活动的空间，不要让它打死。好，我们要套固属线，这样套着。好，这个用脚踩。你套这个固属线的时候，你要顺着，它的方向是左右，你不能把它这样卡死，这样就不对了。你给顺，不得混，固属线拉起来，往下拉固属，这样套。我们的固属线现在在右边了，等一下会在左边。从左移到右，你给顺，不得混，骨属抬起来，我从中间拉骨属线，它现在在右边，你要把它移到左边，好，拉起来，套在左边的方向，再来给骨。你给顺，不得混，骨属从中间拉骨属线，套起来到给骨。数一下我们有几条线了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条线，我们要做到20个。这个就像你在驾驶车子的时候，像一个它的方向盘，这个线拉到刚好平这里，所以你要用这条线来控制绕线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固属线有没有平均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在拉这个线的时候，你不能一下子拉太紧，一下子太松，所以你要刚好在这个水平的位置。我的线垂到这里，这里也是，好，这个都垂下来了，这个也没办法织，因为你放在乌蒙的时候，它的张力不对了。我们绕线的时候，尽量那个线不要高低，你绕一个最好从上面往下推，你也不要这样太大力，平的，最好是全部都水平的这样。然后你拉这个红色的线，不要让它打结，
它这个有打结的话，你就把它调回来，尽量是拉顺。然后你拉的时候是从这里往上拉，再去绕线。那现在我们要绕黑色，我们要换颜色了。然后我会用一个组织图在这里，然后你们就准备一个直尺，做到哪里就摆到哪里，你就不会忘记。然后准备一个剪刀，你随时剪线用的。我如果在做的时候，剪的部分会在这里，而我现在要把它放在这里，然后只要你的结在哪里，到最后你就一排，然后你上机的时候，你从你的结的上面开始起枝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要换黑色，所以我2个都剪掉。剪好以后，你的线收起来，才不会打结。你2条接在一起，你就不能分开呀，所以你一定要2条接在一起，除非你是用单条。好，黑色，你给顺，不得混，古顺。我们做3次。我们已经3条了，我要换颜色了，我换白的。我们的不雷混的位置是白色的，故事是黑色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开。本来有3个，不雷混是黑色，故事黑色，它有3组，1、2、3。好，上面这个已经换白色了，所以上面的不雷混要换成白色，底下还是黑色，这样。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绕。我还要3个黑的，3组黑的。好，我直接绕。我们要3组，所以故事不雷混，故事不雷混，故事不雷混，就3组了。然后你看，我们现在只有不雷混有线，我们少了一个故事，所以我们要补一个红色的，在故事的位置。你给顺，故事。好，我们这里就有。不雷混黑色的跟古树红色的都绕好了。好，我们要下一个步骤就是2个红的。好，我不换线，我直接绕。2个红线是不雷混，还要再加2个。好，一次。我的一次是有不雷混跟古树的，算1次。2次，这样。好，然后好，我们要换黑的1组。1组，好，换白的。白的1组，好，我们要换颜色了，我们要换黑跟白。好，黑的拿上来，黑的再不雷混，不雷混，古树，黑白都下去了。收尾的时候，这个线拉紧，踩起来。
剪刀，这个距离再长一点点，大概这样，对。然后这个稍微打结，让它不要掉下来，因为这个线很滑。好，回钩。打结，打结的时候，这个一定要活动，红色这个线要活动，然后这个要留块尖，可以穿过来穿过去这样，你不能给它打死结这样。把我们这个线剪掉了，留长一点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不会掉就好了，不用打死结，因为你在织的时候，这个固定了就可以拿掉了。绕完线，这个线要收好，这样就可以开始上机。我们整机都整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上工具。这个是 Gig Good， Gig Sun， Blehun Good Sun。好 ，Gig Good 的位置在这里，这开口。Gig Sun 的位置在这里。还有东西。这是不损，要把这个可以往前一点，没有先翻，不损，这个先就要穿过来。我们可以把这个放这里，然后直接推过来，推到这里就可以了。这个叫 Gigus， 然后我们现在要 Gumigus，Gumigus 就是我们要绕线，拿梭子，你的线你也可以这样压着，然后卷起来，让它勾住。可是这样的话，它有时候你在到中间，它就从这里落下来，掉下来的时候，它会妨碍到你工作。你也可以拿一个胶带，这边粘起来，它就不会动了。然后再这样卷，它这个做法也是一样。粘胶带以后，你就把它这样卷。第一次都给它这样卷，它就比较拉紧一点。它只要固定就好了，只要固定，不要松掉。你可以绕一个疤。你也可以，这边好了，反方向，反面，然后这边也可以绕，就是两边都平衡着。你在绕线的时候，如果说它已经多了，你就要给它固定卷起来，防止它脱落。有时候会这样卡在这里，你没有注意到，没有弄起来的话，你在织布它会脱线，然后整个线它就没有很顺的出来。开始织布的时候，要看你的那个现在的开口在哪里，这样。那我现在这里这个开口先给它过线，然后你就打紧，然后现在是布雷混的位置，布雷混就是这个它的开口，好，穿过去，稍微立起来，然后打紧。你用蛮力这样的时候，可能你会受伤，或你就用你身体的力量，这样你就会很轻松。刚好我的尾线有一个结，我尽量不要把这个结放在这里，因为它会影响到我的织品的美观，那它这里就会一块凸出来，所以我会把它剪掉，留着，这样就好了。你要拉骨笋的时候，你的脚要放松，然后不勒混卷，打尾棒不利亚拿起来，穿过去。好，脚慢慢放松，撑紧，再放松一点，打紧。
你拉这个的时候不要太紧，大概有松松的就好了。看我都会用稍微身体的力量这样拉一下，再打紧。然后这里很轻松的上下晃一下，也可以下来，可是尽量不要这样，因为初学者他们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一直上下上下，你上下它的那个棉絮会掉下来，然后有些人就会容易过敏啊，然后它的纤维也会一直掉下来。你刚开始学地基的时候，整筋要自己慢慢练习整。如果说你基础没有打好的话，你下次做进阶的，你就会很困难，你可能就会做不上去。所以一定要很有耐心的慢慢织。这个宽度你要自己去拿捏。我们这个纯粹是挂在这里，然后它的宽度，你觉得你拉不紧的话，你就拿尺稍微固定，量一下。每大概一段时间你就量一下。如果你发现它已经开始缩了，你的这个你给损就要给它撑开一点，所以要随时自己调整。我们在织那个苎麻线的时候，因为自己捻线的，有时候它捻得不够紧，还是你在煮的过程，还是说在晒的过程勾到了，有时候就会断掉，然后这个就刚好断掉了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就拿原来的线一样的材质，然后就把它接起来就好了。我会留多一点的那个线头，先打结，留长一点。以铺脱落为主，然后我这里也是一样，我们把这个2条线绑一次就好了，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往外，两边都往外扩。这样让它卡住，然后就可以。这里有2个不裂痕的线，在这里，它中间少了1条故事线，它已经落下来了，在这里。所以你要把它放到它原来的地方，勾好，把这条线往下，先绑好好了。这个线虚掉了，要先剪掉。放到它的位置，然后跟这个底下的打结，然后穿过旁边的线，第1条、第2条都可以。好，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，这样交叉，打紧。开始过线，因为我这个是苎麻线。然后苎麻线，你不可能说你的线都是很完整的，
然后因为是教学，然后示范，所以我必须要把你们比较会碰到的问题，然后我把这个很多结的地方绕起来，然后教你们怎么去接线。然后这个都是我接过的线，所以我接完了以后，这个我就可以剪掉了。其实它没有影响到它的纹路。好，剪过以后它就这样，没有影响到它的那个组织还有它的纹路。因为我们整筋跟平织不一样，它平织的话可能就是上下而已。可是它斜纹织的话，它有3个开口，所以我们在绕线的时候就要决定它的那个线路。我们现在要织那个子努鲁0行纹跟3行纹，然后织的时候，这个先布雷混跟骨笋上下移一下，然后那个骨属线拉起来，脚松起来，布雷混转一下。好，这个开口放打尾棒，再来拉这个，撑开第一个开口放打尾棒。穿尾线，好，第2个开口，后滚，立起来，这里有开口，穿过去，放尾线。第3个开口是平的，这样，这边，它开始变菱形了，开始缩了。好，再一次拉，不顺。整个都拉起来，嘿，对，放打尾棒的位置，半个菱形已经出来了，我们要开始缩了，然后我们要从2开始了，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 1、2、3、1，好，倒退，2、1、3， 2、1、3， 2、1、3、2，嘿，然后再来。重复1、2、3，循环这个顺序，看你要重复几次，再决定你的菱形大小这样。然后3行纹的话，我们就一直1、2、3、1、2、3，一直1、2、3，一直重复，这样3行纹就会出来了。然后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里织布的时候，我就想。还有那么多图腾我没有看到的，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徒弟高雪珠老师说，我们来一起学织布，然后等到有一天，或许我们可以我带你到国外的博物馆，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图腾，然后把那些图腾带回来，这样，然后刚好有那个机缘，我们在跟静宜大学。有3方的那个合作，我们就去到瑞典，然后去到瑞典看到我们自己的图腾都蛮讶异的，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东西，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原本赛德克族的图腾。我想说，我们可以重新把它复原，然后也活跃在我们自己的部落里。第1天，我们就先去博物馆看了一下。图腾这样，然后第2天才开始进入馆藏，开始研究。那天晚上，我就开始梦到
我们的族人，穿着我们的族服，在我的周围这边跳舞这样。我想说，他可能知道说我们来看我们的东西，他很欢迎我们。我在重制这件织品的时候，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。我们的成品不见得像博物馆的比例1:1，可能线材的关系，还有一些技巧，我们还没有拿捏得很准。所以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的图腾出来了，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研究，把它慢慢的重制，然后织出来。我会有自己交代说，我做了这个事情，对文化是很有意义的事。现在还是一直在求进步，不管是我现有的织艺，然后还有一些我看到新的想要学习的，我都会去学习。比如说我们染线的技法，我自己也去学习了一些蓝染，然后还有一些有颜色的自然植物色彩。只要部落有什么，我都把它去能配合的话，我就去配合去学习。我会把传统工艺，然后变成是现有可以穿出去的东西。我可以像包包啊，设计一些生活用品。我希望说把这个传统工艺跟现代结合，创造出不一样的多元元素。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看我们传统的东西，在创作上可以更多元，让大家可以一起去发挥所能，然后把我们这个传统织艺把它发扬光大。非常感谢南投县政府有这个计划，让这个制线流程可以保存下来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，因为很困难，大家都不愿意去学习，所以我觉得，你即使说你会织布，你不会制线，然后我们的文化就少了一半。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文化资产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我已经学很久了，我会把一些我自己的精华，然后学习历程，然后一些过程，把它综合起来教你们这样。我可能学10年，你们可能在1-2个月就可以吸收到很多我的这个知识。可是你们吸收到了，你们自己还要努力的去把这个技法，然后一步一步做起来。你们做2年、3年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超过我。